她是我的外甥女，98年生人，我们之间是肯定有代沟了。这10弹射击，居然是她来和爱最难忘的经历。这10天的行程，我们先在和爱待2天，然后去利贝岛，再从那里坐船到兰卡威，然后槟城、太平，最后从吉隆坡离开。在和爱，我终于见到山顶的粉红色大象了，而他就一直在寻找山里的猴子。在利贝岛，玻璃海的美景也没入他的法眼，却硬是借船长钓到的鱼拍了半天的照。哇，你都可以喎！在无人岛的沙滩午餐，他说他们现在流行的拍照方式是不露脸，只露背影，那样才是最有意境的。可能我们唯一有共识的就是在兰卡威了，我们都感到奇怪，为什么街道上面那么少人？在槟城，壁画信士桥也吸引不到他，但是就评价榴莲是天下第一的，还早早的就预定好了2只。可惜食欲比他的胃要大，最后不得不偷偷的带回酒店去。老板居然也能配合他，做到了无胃的处理。在太平的18丁打不到车，烈日底下步行了1公里，他直接趴倒了。第2天还直接拉闸断电，管你什么雨程雨速呢，补觉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就是年轻人的样子吗？这一趟行程让我对华人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同时也和年轻一代达成了和解。毕竟前人也可能曾经这样纵容过我们吧。从机场出来，和司机直接谈包车，1200泰铢4个小时。我这个导游就打算先带他们去打卡3个必去的景点。第1站就是我上一次错过了的粉色大象，它在和爱市府公园的制高点。คุณสามารถนั่งเคเบิลคาร์ไปที่นู่น แล้ว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นั่งกลับมาที่นี่ได้อีก OK， ครับ。我很想来看它，是单纯觉得它好看而已。外甥女呢就查手机说这里很灵验，特别是在求财和保平安的方面，于是马上行动买贡品去了。在这座山头基本上都是以华人为主，听这些鞭炮声就知道，还有很多人是自带着鞭炮来的。这难道还能从马来西亚带过关来？我突然想起上一次在对面的立佛可不是这么热闹的，甚至那里都不太像是寺庙，而更像是一个公园的景点。问了 AI 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这就是和爱最大的特点了，叫做信仰分层。粉色大象这里是华人的求财阵地，大家求的是生意兴隆、一本万利；而对面山头的立佛呢，则是泰国人的精神堡垒。他们去那里是要做功德，求内心的平静和家族的福报。这就有意思了。缆车相连的2座山头，一座静，一座动，但是也相处融洽，互不打扰。在不远处还有伊斯兰的呢，司机就是了。พี่ทำอันนี้แล้วมั้ยไม่ทำหรออิสลามอิสลามไปนี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ใช่ไหม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停在路边的车都是因为几个月前的水灾而报废了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完，就临时停在了路边。司机说，当时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有很多华人都跑过来帮忙了，否则可能灾情会更加的严重。我想，在危险的时刻能来帮忙的人，应该就只有一种相同的信仰了，那就是人命是最重要的。清真寺是司机会1周去1次的地方。他不是说是伊斯兰吗？为什么是去清真寺？
其实啊，伊斯兰是宗教的名字，就像我们熟悉的佛教那样，它的信徒呢就叫做穆斯林，他们会一周聚集一次，这个聚集的地方就叫做清真寺，就好像佛教徒聚集的地方是寺庙一样。这里依然还是很多人来打卡。清真寺虽然说在泰南是随处可见的，但是这一座因为它处在宽阔的平原，而周围也没有可以相比高的建筑，所以就显得极其的出众。它的对面就是海马咖啡厅了，听说上一次水灾它被淹得很厉害，不知道现在恢复了没有呢？司机还说，中午这一个点，在旁边的泥潭里，也许还能够看见在泡澡的黑色水流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外甥女的心早就飞到不远处的实弹射击馆去了。这些车就是水灾的时候被损坏了，所以现在全部都停在这里。This is sold out. Only have this one. 5粒子彈8珠。哦，ใส่นี้โอ้สบายมากที่นี่ อยู่นี่ทำงานสบายกว่า Okay, it's set for 2 hands. Okay? Okay. Okay. เขา做你嗰啲大陸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滚烫的弹壳都蹦回到他的身上了。他说差一点没崩到他的脸上。我是劝大家不要随便去尝试了。刚才那发射的声音真的是巨响，我不知道他感受到了什么，我反正是好像听到了生命消失的声音。这种威力巨大的发明，起初都以为它是会为人类带来更多安全的，结果却只是为我们带来了无止境的危险罢了。这绿水红船的始终还是那么有水乡的风情。在这里吃完饭之后，他们就要回去睡觉了，说是要养足精力，好对付晚上的海鲜自助餐。我就自己在街头随便转转，随手拍拍了。屁股烂就是雪福来，这一个谐音梗就只有懂粤语的才能 get 到了。同样，如果不懂繁体字，也是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读的。反正游客都是把这里叫做荔园。荔园，香港不是也有一个吗？难道他们是连锁的？查了资料才知道他们是有关系，但是也没啥关系。是呢，和爱这家主人姓李，香港那家主人姓厉，所以英文名都叫做 Lee Gardens， 它是完全正确的，用来指代姓李或者姓厉的花园。但是和爱这家在取中文名字的时候，香港那一个荔园早就已经闻名东南亚的了，那就借借东风吧，也取一个同音的名字。所以他们是名字上面有关系，但是主人之间呢就毫无关系了。然而真正的反转是，这一个字和礼貌的礼是同音的，简体和繁体的写法也都是一样。但是现在无论是手写或者用输入法，能够把它写出来的人就没几个了。大家过年的时候会贴在家里的财神，他的名字叫做范蠡，他是中国商人的鼻祖，经营之神。和爱这家 Lee Gardens 取这个李字叫做李园，那用意很明显啦，效果也很明显嘛，和气生财。管你把它叫做荔园还是李园呢？有大頭蝦嘛？嗰啲係大頭蝦嘛？你啲公㗎嘛？公米ค่ะ公米有哦。这家离荔园20来分钟车程的自助餐厅是下午的司机给我们介绍的，外甥女他们就打了大大的好评，说是又便宜又好吃。
但是对于在泰国生活了2年多的我，就觉得还好了。第2天去金融市场的时候，我甚至发现有些东西比曼谷的贵了1半都不止。来，有位多，有咖啡吧，有位，来，有位很多，来，ก๋วยเตี๋ยวอยู่มีเฟิร์น要这个吗410 บาททอน400 ？400。 แกะไหมคะ400去。有炒過，你有機會上外面食。这里的芒果和莲霧是比曼谷要贵了1半有多的。但是外甥女就查到燕窩的确比国内便宜好多，所以赶紧的去买了几盒。我很想向她解释这种南洋独有的风情，但是发现无从举例，因为之前那些仿照南洋建造的骑楼、中山街，在她出生的时候都已经拆除了，她都没有见过。最近她在江门、开平一带工作，那里是著名的侨乡，按理来说随处都能够看到侨胞当年出资兴建的建筑的。但是和现在的高楼大厦一相比，就不怎么显眼了，难怪他完全都不觉得有印象。至于什么社区的人情味啊，那就更加的悬了。这种无形的东西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。这解释起来，就像是要给非洲的孩子讲解什么是下雪一样，根本都无法举例。路过丽园的时候，虽然知道他不一定能听懂，但是我也很想告诉他这栋建筑所见证过的风风雨雨，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。这栋建于1981年的丽园大酒店，不仅仅是和爱的地理中心，更加是这泰马交界处的历史见证者。它见证过1989年的握手言和。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在这里签下了和平协议，结束了41年的斗争。他们可以选择回大马或者留泰国。但是1997年的金融海啸，大家就没得选了，无数的南洋财富都一夜蒸发。但是丽园和它四周的核心华商硬是给扛了过来。他甚至还承受过2012年的恐怖袭击，地下室的汽车炸弹曾经让他满目疮痍。更别提去年年底和15年前的那2次大洪水了。但是这里打不烂，冲不垮，穷不怕。灾难过后，招牌一插，炉火一点，立马又把热闹给你找了回来。这个和南洋华人的韧性真的是一模一样的。